名导跟女演员们不得不说的那些事，无一不吸引着每一个人眼球。没背景想要大红大紫，首先就要有一张漂亮的脸蛋，还要有一个导演保驾护航。一直以来，为捧红女朋友的知名导演不胜枚举，譬如王晶和邱淑贞。除此之外，有7位女星因为靓丽的容颜被导演一见倾心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，名利双收。更有一位戏还没拍完就怀孕了。陈红。要说谁是娱乐圈里公认的大美人，非陈红莫属。美到不仅男人为她神魂颠倒，称她为古装第一美人，就连身为女人的琼瑶都折服于她的美貌，让她当琼瑶剧的御用女主角。因工作缘故，陈凯歌与陈红有了交集。看到陈红的第一眼，陈凯歌就知道辈子非这个女人不娶，于是开始疯狂追求陈红。陈红也早就倾慕陈凯歌的才华，郎有情妾有意，这层窗户纸一捅就破，没费多大功夫，陈凯歌就抱得美人归。但彼时的陈凯歌已有女朋友，这个人就是央视的著名主持人倪萍。虽然还没结婚，但同居了多年，感情一直稳定。期间，倪萍任劳任怨，照顾陈凯歌的生活起居，甚至连陈凯歌父亲去世的葬礼都是由倪萍一手操办，可谓是对其掏心掏肺。尽管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陈红与倪萍带给陈凯歌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，可他既不能承受与倪萍分开后外界对他的舆论，也舍不得抛弃新欢。就这样，陈凯歌在2个女人之间周旋许久。后来陈红查出怀孕，思虑再三的他决定赌一把。他联系了陈凯歌，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，并找到倪萍逼宫。当倪萍听到陈红怀陈凯歌孩子的那一刻，才算是真正看清了这个男人的真面目。这一次，倪萍选择给这段感情做个了断。在他们分手后不久，陈凯歌就给了陈红妻子的名分。很快，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也平安降生。有人说陈红也逃不过和倪萍一样的结局，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陈红很有可能笑到最后。蒋勤勤。说到蒋勤勤，大家肯定想到是他出演的古装剧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、古装武侠剧《射雕英雄传》以及《乔家大院》这一部部经典的电视剧，为我们塑造了众多角色的印象。然而，蒋勤勤在情感上却出演不厚道的形象。当时，陈建斌和吴越是出了名的金童玉女、郎才女貌般的存在。2个人相处5年，吴越当时不顾家人的反对，死心塌地的想要和陈建斌在一起，一边打理家务，一边绞尽脑汁为陈建斌争取资源、介绍导演，最后也是将陈建斌推上了著名演员的位置。2人的婚期已敲定，婚房也已经在布置之中。可没想到，陈建斌这时却让蒋勤勤怀上了孕。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，陈建斌还是选择了蒋勤勤，最终只留下一纸道歉书和400万的赔偿就抽身而去。经历的这一切也让吴越痛苦不已，却也无可奈何。2006年，陈建斌与怀孕的蒋勤勤步入婚姻殿堂，并在之后有了自己的女儿。如今这对夫妻经常在综艺中亮相，展示恩爱生活。蒋雯丽。从青涩女孩到成熟女神，蒋雯丽的成长之路可不是一帆风顺的。高考失利的蒋雯丽，工作2年后决定从零开始去学表演，从安徽考到北京。这条路是蒋雯丽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。蒋雯丽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，因其清纯的长相被导演王全安相中。要知道当时的王全安可是有女朋友于南的，但尽管是这样，他还是不顾一切地追求蒋雯丽。2人成功在一起后，又发生了更抓马的事情。王全安却丝毫没有要对于南负责任的意思，给了他一笔分手费就把他打发了。然而他把蒋雯丽当成一生挚爱，蒋雯丽只是把王全安当成踏脚石。凭借王全安的影响力，蒋雯丽接触到了圈内的顶级资源，让事业更上一层楼时，也大大开拓了人脉。就这样，在选好了新的目标之后，蒋雯丽一脚踹开了王全安。蒋雯丽选定的新目标是大导演顾长卫。为了让王全安死心，也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在和顾长卫在一起后没多久，2人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婚后不久，2人又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儿子。本以为事情的走向逐渐完美，没想到竟传来了顾长卫与张静初的绯闻。得到消息的蒋雯丽直接飞奔剧组与他们大闹一场，据说当时场面十分惨烈，但当事人并未正面回应。本以为这一闹他会有所收敛，没想到没几年顾长卫又按捺不住，他直接被狗仔爆出与年轻女子在车内亲热。不过这次蒋雯丽没有大闹，而是故意爆出与小鲜肉共进晚餐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徐帆。当徐帆表示反正我们家都是男人，不吃亏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理解他和冯小刚的婚姻为何能持续20多年。当冯小刚与徐帆相遇时，他已经结婚，当时他还没有成为导演，只是一个美术助理，外貌也并不突出。然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，张帝是一位护理工作者，冯小刚一见钟情，对他展开激烈的追求。张帝最初对冯小刚并不抱好感，但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，他发现他极具才华，因此2人便走到了一起，并且迎来了一个女儿的诞生。随着时光的慢慢流逝，冯小刚踏入了演艺事业，当上了导演，这也是冯小刚事业逐渐有所起色的见证。他和张帝的女儿一出生就伴有疾病，所以他要一边工作
一边带女儿去治病。每天繁忙的工作让他和妻子的交流越来越少，也越来越没有共同话题。后来也是在工作进剧组的时候，在剧组里面他认识了更加年轻漂亮的徐帆，她更活泼也更加有想法，冯小刚一下子就被吸引了。他决定摆脱张帝，并在一个冬日突然提出离婚，只要你同意辞职，我可以分你一半的财产。冯小刚说道。张帝没有哭，只是平静地说，你自己想想吧。冯小刚没想到张帝竟然如此冷静，他原本以为离婚会闹出大场面，可谁知张帝并没有丝毫抱怨，反而让他三思而后行，但他还是决定离开。结果这对相伴7年的夫妻分道扬镳，冯小刚与徐帆结婚，开始了第2段爱情。不过他并不后悔，和徐帆的生活一直很顺利，成为了娱乐圈公认的模范夫妻。周韵的风味想来只有姜文最了解。姜文拍摄电影的时候邀请了周韵来拍摄，可惜的是2人的感情太浓了，导致周韵戏都没有拍完就怀孕了。不少人都打趣姜文，大导演就不能忍一忍。如今2人感情也十分浓烈，每出席活动都手牵着手，很是恩爱。赵丽颖与冯绍峰先后合作了2部戏，2人也成为很好的朋友，之后不断的合作，萌生了爱意，还很快就怀孕了，没有曝光恋情的前奏，就直接曝光了结婚证以及生孩子，可谓是速战速决。当然结婚有多快，离婚就有多快，大家还没来得及祝福2人就宣布离婚了。张雨绮和王全安的结合一开始也曾被看好，然而当王全安涉嫌嫖娼被抓的新闻出来时，大家都明白这段婚姻已经走到尽头，年纪相差21岁，按说该是不同老幼的爱情，谁料到却是一场略显沉重的闹剧。这些个例子显然告诉我们，娱乐圈确实藏着许多惊喜，但说实话，每将这些故事看完，总让人觉得感情不易，而等看客唯有充满祝福，同时思考一番。也许这些复杂的感情正是映射出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，爱情并不是只有美好，还有责任与坚持。就像有媒体表态，那些看似璀璨的爱情背后隐藏的浮华真假，终究只有当事人最清楚。大家说，有多少人能在娱乐圈的大染缸里终其一生都保持初心呢？当我们讨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时，倒不如自己反思一下，也许这才是这种故事最大的看点。说到底，每个人都是普通的，他们爱了、恨了、选择了、后悔了，在不同的时空里拍摄自己版本的爱情电影。真感叹这些事儿，无论怎样，不管当时付出了多少心血和纠结，总还是希望我们都能遇到那个真正懂得珍惜的人。那啥，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自己经历过的爱情故事呢？让我们在评论区继续讨论吧。感情吗？谁还没有个八卦时刻？